你是不是也发现，身边总有一些人，逢庙必拜，遇神必求，但日子却越拜越迷茫，甚至越过越糟。尤其是人到了中年，面对事业的瓶颈，身体的初老，甚至是孩子们离家后那逐渐空荡荡的房间，那种无法掌控的无力感，总逼着我们想找一根救命稻草。我们以为多添点香油钱，请一尊昂贵的佛像回家，就能买到后半生的平安顺遂，但这其实是我们现代人最容易掉入的信仰陷阱，把神明当成了明码标价的办事处。今天的内容，我们将借由弘一法师的降维智慧，揭开越拜越糟的残酷真相。在接下来的内容里，你不仅能避开招惹晦气的致命误区，更能学会如何安顿这颗焦虑的心，找回下半场人生最踏实的平静。要解开这个死结，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件事，佛法里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，叫做心外求法。这句话听起来有些深奥，其实白话一点来说，就是如果你把解决人生问题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外面的人、事、物，甚至寄托在木雕泥塑的神像上，那你就走偏了。真正的佛法是一种降维打击的智慧，它不教你怎么去和神明谈条件，不教你如何走捷径，而是教你怎么看清自己的心。很多人以为把神像请回家，家里就有了一个法力无边的保镖，但事实上，宇宙间的能量运作讲究的是同频共振。当你跪在蒲团上，心里盘算着求菩萨保佑我赚大钱，求神明帮我渡过难关，你的心是躁动的，你的频率充满了匮乏与贪婪。这股充满执念的磁场，就像是在黑暗中点亮了一盏信号灯，吸引来的往往不是清净庄严的佛菩萨，而是那些同样充满贪念，在世间游荡的低频能量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一尊没有经过正信高僧大德加持的神像，如果你也没有用清净慈悲心去供养它，它其实就像是一间装潢华丽却没有保安系统的空房子。你每天对着这间空房子烧香祈求，那些散发着香气的贡品，那些强烈的祈愿，就会招惹来路过的精怪游魂。他们住进了这间房子，享受着你的供养，偶尔给你一点甜头，让你觉得这神明真灵验。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当你以为自己找到了捷径，其实你已经欠下了一笔还不清的债。佛菩萨就像是一面清澈的镜子，不是来满足我们欲望的，而是来映照我们内心，指引我们放下执念的。你站在镜子前，带着贪念去照，反射出来的就是无尽的贪婪。你带着慈悲去照，反射出来的才是真正的慈悲。如果你一边拜佛，一边却在生活中斤斤计较，怨天尤人，那再多的香火也无法抵消内心的浊气。我们总以为求神拜佛神明就会保佑，但我们扪心自问，我们何德何能，能让神明无条件地庇佑我们？如果一个十恶不赦的人，只要给点香火就能得到庇护，那这样的神明还值得我们敬奉吗？所以，向外求援终究是一场徒劳。与其苦苦寻找那尊最灵验的神像，不如停下来，好好看看我们自己这颗心。刚才我们提到了心外求法，很多人可能会觉得，只要神明能帮我解决眼前的难关，不管他是正神还是偏神，拜一下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为了解释这个问题，我想和你分享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故事。这个故事的主角，我们叫他林老板。林老板今年55岁，白手起家，大半辈子都在传统制造业里打拼，开了一间规模不小的加工厂。对于50多岁的男人来说，工厂就是他的命根子，更是他整个家庭的支柱。
但这几年大环境不好，产业面临转型，原本稳定的老客户一个个流失，新订单又进不来，眼看着资金链就快断裂，每个月光是员工的薪水和厂房的租金就压得他喘不过气。那段时间，林老板整夜的失眠，头发大把的掉。一个原本意气风发的企业家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变得无助又绝望。人在最脆弱、最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最容易病急乱投医。有一天，林老板在一个应酬的场合上，认识了一位自称懂得奇门遁甲的朋友。这位朋友看他愁云惨雾，便偷偷凑到他耳边说，自己门路广，可以帮他请一尊来自东南亚的速效偏财神。朋友拍着胸脯保证，这尊神像不需要放在大庙里，只要偷偷供奉在办公室的隐秘处，每天用生肉和烈酒供养，不出1个月，保证让他接到大单，扭转乾坤。林老板本来是个铁齿的人，从来不信这些怪力乱神，但看着工厂即将倒闭，几十个跟着他打拼的老员工可能要失业，他心软了，也害怕了。在巨大的恐惧和贪念驱使下，他花了一大笔钱，半信半疑地把那尊面目模糊、造型有些诡异的神像请回了办公室，锁在一个特制的柜子里。奇迹似乎真的发生了。供奉不到半个月，原本已经说好要取消合作的国外大客户突然回心转意，甚至加码下了一笔足以让工厂吃上1整年的大订单。紧接着，几笔卡了很久的货款也奇迹般地收了回来。林老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觉得自己真的遇到真神了。从此以后，他对这尊神像百依百顺，每天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，虔诚地供奉生肉和烈酒，甚至对着神像喃喃自语。但他没有意识到，一场可怕的风暴正在悄悄吞噬他的人生。随着工厂起死回生，林老板的性情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。以前那个温厚、体恤员工的老板不见了，他变得异常暴躁、多疑，总觉得身边的人都在算计他的钱。有一天，跟了他快20年的老厂长，只是好意提醒他某批原料的品质有点问题，林老板竟然在会议上勃然大怒，指着老厂长的鼻子破口大骂，说老厂长是想联合外人来掏空他的公司，当场就把这位有着革命情感的老臣给开除了。老厂长红着眼眶离开的那天，工厂里弥漫着一股让人不寒而栗的低气压。大家发现林老板办公室里总是散发着一股奇怪的腥臭味，而林老板整个人也变得印堂发黑，眼神里充满了狂热与猜忌。我们来想象一个画面，曾经那个会在过年时亲自跑到员工家里送红包，拍着大家肩膀说辛苦了的林老板，现在却成天把自己反锁在昏暗的办公室里，窗帘拉得死紧，连一丝阳光都透不进来。他每天紧盯着监视器画面，怀疑每一个走过他办公室门口的员工都在窃听他的商业机密。有一次，他甚至因为打扫阿姨不小心碰到了那个特制的柜子，就发疯似的把人家痛骂了一顿，连当月的薪水都扣了一半。那种被贪念反噬的恐惧，让他连睡觉都必须睁着一只眼睛。他以为自己守住了财富，其实他已经成了一具被金钱和精怪操控的提线木偶，失去了生而为人最珍贵的温度与信任。他的身体也迅速垮了下来，原本硬朗的他开始经常心悸、盗汗，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幻听，总觉得有人在耳边催促他去赚更多的钱。他的脾气变得阴晴不定，动辄对妻子儿女摔东西。妻子觉得他完全变了一个人，每天生活在恐惧之中，最后只好带着孩子搬回了娘家。短短半年时间，
林老板虽然赚到了钱，却失去了一路相挺的老友，失去了温暖的家庭，更失去了内心的平静。他坐在堆满订单的办公室里，活像一个孤独的守财奴。直到后来，一位有修为的老师傅路过他的工厂，站在大门口直摇头。老师傅叹了一口气说：“这哪里是在求财，这是在拿自己的福报和命去换啊！”老师傅点破了其中的玄机，原来林老板请回来的根本不是什么偏财神，而是在深山野林里吸食阴气的精怪。这类精怪最喜欢什么？最喜欢的就是人类的贪婪、恐惧和焦虑。当林老板带着强烈的欲望去求他时，精怪确实帮了他，但精怪没有凭空变出财富的法力，他只是用了搬运法，把林老板晚年的福报或是他妻子儿女的福气提前透支挪用到了现在。天下从来没有白吃的午餐，精怪帮你搬运福报是要收取高昂手续费的，这个手续费就是林老板的阳气、健康以及他原本善良的心性。精怪吸食着林老板的贪念逐渐壮大，最后反客为主，控制了林老板的心智，让他变得暴躁、猜疑、众叛亲离。弘一法师在讲述因果时曾说过，世间的一切财富与福报都有其定数，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当我们试图透过不明的管道去借运，其实就像是在借高利贷。你以为解决了眼前的危机，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把灵魂典当给了黑暗。真正的财富与好运是靠我们平时广结善缘、踏实做事累积来的。那些靠邪门歪道得来的东西，最终都会以另一种更惨烈的方式连本带利地还回去。林老板的故事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，他告诉我们，人到了中年，面对危机时，最该稳住的是自己的心。心若乱了，妖魔鬼怪自然就来了。刚才林老板的故事是因为事业危机而向外攀求，但我们多数人到了50岁上下，面临的往往不是破产，而是另一种更难熬的痛苦，那就是内心的空虚。接下来这个真实案例发生在一心想寻求平静的陈阿姨身上。陈阿姨今年58岁，先生早年过世，2个孩子都在外地成家立业。以前为了照顾孩子，她每天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，日子过得忙碌又充实。但现在孩子一走，这间3房2厅的屋子突然安静得可怕。这种突然失去生活重心的空巢期，让陈阿姨陷入了极度的焦虑。她开始严重失眠，整夜地盯着天花板，心里总是觉得空荡荡的，好像生命没了意义。为了找回内心的平静，她开始四处参加各种名目的身心灵能量营，渴望能找到治愈失眠的解药。在一次收费高昂的灵修课程中，导师向他推荐了一套号称能净化磁场、汇聚宇宙高频能量的奇异摆件。导师说，只要把这套摆件放在卧室的床头，就能吸收天地灵气，让人一夜好眠，还能保佑远方的儿女平安。陈阿姨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，花了10几万，把这套来历不明的摆件请回了家。一开始，她每天对着摆件冥想，心里有一种被保佑的安全感。但不出1个月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她不仅失眠没有好转，反而开始做各种可怕的噩梦，常常在半夜惊醒，浑身冷汗。更诡异的是，她卧室阳台上原本长得非常茂盛的几盆黄金葛，竟然在短短1周内，叶子全部发黄枯死。整个房间里总是弥漫着一股说不上来的阴冷气息，哪怕是夏天，走进去也会不自觉地打冷战。陈阿姨整个人变得神经质，脾气越来越古怪。儿女打电话回来关心她，她却总是觉得儿女在敷衍她。
常常在电话里大发雷霆，甚至怀疑儿女图谋他的养老金。原本想求平静，结果却把家里弄得乌烟瘴气。有一次除夕夜，儿子好不容易请了假，带着孙子大包小包地回来陪他围炉。本该是天伦之乐的时刻，陈阿姨却因为孙子不小心把玩具丢到了床头那个摆件附近，突然情绪失控，当着全家人的面大吼大叫，把原本开开心心的孙子吓得嚎啕大哭。儿子无奈又心痛地看着他，连夜带着妻小回了台北。那天晚上，陈阿姨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，看着桌上冷掉的年夜饭，眼泪不听使唤地往下掉。她明明只是想透过那个摆件求得一点心灵的慰藉，求一家人平平安安，怎么反而亲手把最爱的家人推得远远的？那种深深的懊悔与更巨大的孤独感，像一双无形的手紧紧掐住了他的咽喉。直到过年期间，一位从小在佛寺里长大的远房亲戚来拜访。这位亲戚一走进陈阿姨的卧室，眉头就皱了起来。亲戚指着床头那个奇异的摆件说：“阿姨，您这哪里是在汇聚正能量，您这是在养晦气啊！”亲戚一语道破了其中的玄机。原来这类没有经过正信加持且来历不明的所谓能量摆件，本身就是一个空的容器。陈阿姨每天对着它冥想，心里装满的却是孤独、恐惧和对儿女的控制欲。这个摆件没有带来宇宙能量，反而像一块海绵，吸附并放大了陈阿姨所有的负面情绪。更可怕的是，当一个空间里充满了这种低频的焦虑磁场，就会引来外界游荡的孤魂野鬼。他们最喜欢驻扎在这种阴暗、充满执念的物品上。那股阴冷之气以及枯死的盆栽，就是磁场被严重破坏的证明。弘一法师曾说：“心念一转，万念皆转；心路一通，万路皆通。”佛法里讲万法唯心造。陈阿姨的痛苦根源在于她无法接受孩子已经独立的事实，无法面对自己的孤独。她不愿意向内去修补自己这颗千疮百孔的心，反而寄望于一块冷冰冰的石头，一个不知名的阵法。这无疑是缘木求鱼。我们总以为花大钱请回来的法器能挡灾，但其实真正的护身符是我们内心的清净与坦然。当你的心是光明的，那些阴暗的邪祟自然无法靠近。当你的心充满了恐惧与匮乏，再昂贵的风水摆件也会变成招惹灾祸的雷达。陈阿姨的故事提醒了我们，平静从来不是买来的，也不是求来的，而是当我们真正学会放下执念，接纳无常时，自然而然从心底生长出来的。屏幕前的你，或是你身边的亲友，是不是也曾经有过类似为了求平安而病急乱投医的经验呢？听完了刚才2个现代的故事，或许有些朋友心里会觉得委屈。你可能会想，我拜佛的时候很虔诚啊，我买了最贵的沉香，供奉了最好的水果，甚至还捐了不少香油钱去盖庙，难道这样也没有用吗？这就牵涉到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，我们到底是用什么心态在面对佛菩萨？为了把这个问题说透，我们把时间拉回1500多年前，来看看历史上最虔诚、投入最多资源去拜佛的一位大人物，他就是南朝的梁武帝。梁武帝对佛教的狂热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。唐代诗人杜牧有一句诗：南朝484，多少楼台烟雨中，写的就是梁武帝的杰作。他不仅用国家的力量大兴土木，建了无数座宏伟的寺庙，还亲自抄写经文，甚至4次舍身出家，逼着群臣用国库里的巨款把它赎回来。在梁武帝的认知里，自己出钱出力，度化了那么多僧人，这绝对是无量无边的功德。
佛菩萨一定会保佑他江山稳固，长命百岁。后来，印度的高僧达摩祖师来到了南朝，梁武帝非常高兴，立刻把达摩请到皇宫里，满心期待地问了一个问题。梁武帝问：朕一生造寺度僧，布施结缘，请问祖师，朕有什么功德？他原本以为会得到达摩祖师的连声赞叹，没想到达摩祖师只冷冷地回了4个字：并无功德。这4个字就像一盆冷水，直接浇灭了梁武帝的骄傲。梁武帝非常不服气，为什么我付出了这么多，却一点功德都没有？达摩祖师看他执迷不悟，便摇摇头，一苇渡江，离开了南朝。而梁武帝的结局是什么呢？这位自认为功德无量的皇帝，晚年遭遇侯景之乱，最后被困在宫殿里，活活饿死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达摩祖师那句并无功德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我们现代人最容易搞混的一个概念，把福德当成了功德。弘一法师在开示的时候曾经把这个道理说得非常透彻。你花钱盖庙，买昂贵的贡品，捐款布施，这些行为的出发点如果是为了求平安、求发财，那这只是一种世俗的交易，这顶多能为你累积一点人天福报，也就是所谓的福德。但福报是会消耗的，就像银行里的存款，你享受完了也就没有了。而真正的功德是什么？功德是向内求的。六祖慧能大师说过，见性是功，平等是德。真正的功德是你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脾气，是你在面对生活的无常时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，是你在与家人争吵时能够退一步的包容。我们回过头看看现在的很多人，去寺庙里抢头香，为了把香插在最前面，甚至能跟旁边的人大打出手，花了几万块请了一尊佛像回家，转头却苛刻对待自己的员工，或是对伴侣冷言冷语。这就和当年的梁武帝一模一样。我们用最昂贵的物质去包装信仰，却不愿意花1分钟去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。到了我们这个年纪，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，真正的修行早就不在深山老林里，也不在金碧辉煌的大殿上。真正的修行就是一次次心态的转换。当你遇到不顺心的事情，不再怨天尤人，这就是功德。当你面对曾经伤害过你的人，能够在心里默默释怀，这也是功德。神明不缺你那几根香，佛菩萨也不缺你那盘苹果，他们真正希望看到的是你那颗愿意向善、愿意觉醒的心。心若不善，风水无益；心若慈悲，你所在的地方就是最好的灵山。说到这里，一定有很多朋友心里会发毛，会想问，那我家里已经请了佛菩萨的神像，或者我平常去庙里拜拜，到底拜的是谁？我怎么知道里面是不是本尊？这是一个非常锐利，但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勇敢面对的问题。我们常常有一个迷思，觉得只要走进寺庙，对着上面那尊庄严的雕像烧香许愿，就一定很灵验。又或者我们花了大把钞票，把神像请回家供奉，就觉得家里有了靠山。但真相往往很残酷，哪里有那么多的本尊神佛，可以分身降临在千千万万尊雕像里呢？这就牵涉到一个大家常听说，却未必真正理解的概念，叫做开光。很多人以为神像只要拿去庙里过个香炉，或者请人念几句经文，就算开过光了，就一定有本尊神的能量加持。其实没有开过光的神像，充其量就是一个精美的木雕，一个铜制的工艺品。如果只是个工艺品，那倒也罢了。最怕的是弄巧成拙，让空荡荡的神像里
住进了来路不明的精怪或外灵。那么，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开光？我们可以用一个最通俗的比喻来解释：开光其实就是透过一位真正有修为、有正能量的师父，他的能量加持，给这尊神像贴上了本尊神的专属电话号码。师父的修为越高，能量越大，就越能直接请来本尊神的磁场，否则效果就微乎其微。但退一万步来说，只要是经过正统仪式开光的神像，起码是贴上了本尊神号码的。当你点燃一炷香，带着清净的心去祈求，就相当于拿起了话筒，给本尊神打了一通电话。本尊神会不会接这通电话，会不会帮你，那是另一回事，这取决于你自身的福报与因果。但起码有一点可以确定，这尊有号码的神像就像是挂上了官方的门牌，外面的那些孤魂野鬼、邪祟精怪是不敢随便闯进来的。相反地，如果你对着一尊完全没有开过光，也没有正念加持的神像烧香，那问题就大了。没有开光的神像就是一间无主空屋，你只要一烧香，一摆上丰盛的贡品，那些在世间游荡的邪祟鬼魂就会立刻住进来，跑来吃你的贡品，享受你的香火。他们闻一闻那个味道，其实就是在吸收里面的精华。而且一旦你招惹了他们，你还不能断供。今天忘了烧香，明天忘了换水果，他可能就要在家里闹你，让你生病，让你不顺。请神容易送神难，这句话绝对不是空穴来风。这里教大家一个在日常生活中非常简单的观察方法，大家可以仔细回想一下，或者亲自观察看看。同样是摆在桌上的水果和饭菜，我们用来祭拜祖先或是中元节普渡好兄弟的贡品，是不是烂得特别快？常常不到半天，水果就发黑了，饭菜也变了味。但是如果你去观察那些供奉正信神佛、真正清净的佛堂，上面摆放的苹果、橘子，常常放了好几天，甚至1个礼拜，依然色泽鲜艳，很难腐坏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？因为真正的神佛是清净无为的，非们根本不需要吃人间的贡品。你供奉水果，只是表达你的一份恭敬心。但是那些鬼魂和精怪不同，他们属阴，他们是真的要来吸收这些贡品的精气与能量来维持自己。当贡品的精气被吸干了，物质结构自然就瓦解了，所以坏得特别快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，不要盲目的见庙就拜，不要随便把来历不明的物品请回家。很多时候，你以为的灵验，你以为的有求必应，其实是你拿自己的阳气，拿家人的福报，在和那些贪婪的精怪做一场危险的交易。真正的信仰从来不需要你提心吊胆。前面我们聊了那么多，从请神容易送神难，聊到了梁武帝的迷思。很多朋友听到这里，可能会叹一口气问，那我到底该怎么办？我现在心里很乱，家里的事情一团糟，难道佛法就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法能帮我渡过难关吗？有的，而且方法非常简单，简单到你今天看完这支影片，立刻就能开始做。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真正的修行，从来不是要你抛家弃子去深山里打坐，也不是要你每天花几个小时念经磕头。真正的修行，就藏在你每天的起心动念里，藏在你的一言一行中。接下来，我想和大家分享3个点亮心灯的微小行动，不需要花半毛钱，也不需要任何法器，只要你愿意跟着做，你的磁场、你的运气就会开始发生不可思议的转变。第一个微小行动，睡前3分钟的观心法。
很多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的朋友，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失眠，躺在床上，脑子里像跑马灯一样，担心孩子的未来，担忧自己的健康，回忆过去的遗憾。从今天晚上开始，当你躺上床，请放下手机，闭上眼睛，不要去求任何神明让你睡个好觉，你只需要把注意力全部放在自己的呼吸上。吸气的时候，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，我正在吸气，我感受到清凉的空气进入身体。呼气的时候，告诉自己，我正在呼气，我把今天所有的烦恼、焦虑都吐了出去。如果你的思绪又飘走了，想到明天的账单，或是今天受的委屈，没关系，不要责怪自己，你只要轻轻地把注意力再次拉回到呼吸上就好。这3分钟不是在睡觉，而是在倒垃圾。就像一杯浑浊的水，你只要不去摇晃它，静静地放在那里，泥沙自然就会沉淀，水就会变得清澈。这3分钟的关心，就是让你内心的泥沙沉淀下来，找回属于你自己的清明与平静。第二个，微小行动，清理你的内在与外在空间。如果你家里已经供奉了神像，而且你心里总觉得毛毛的，不安稳，请记住一个原则，神佛是慈悲的，废们不会因为你少上一炷香就惩罚你。你可以选择一个阳光充足的早晨，双手合十，在心里默默地说，弟子某某某，凡夫肉眼，不知过往供奉是否如法，今日起愿以清净心过生活，不再盲目外求，恳请诸佛菩萨慈悲护念。然后把神桌整理干净，不需要再摆放复杂的贡品，保持环境的通风与明亮。不只是神桌，你的卧室、你的客厅也是一样。佛法说境由心造，但反过来，环境也会影响我们的心境。把堆积如山的杂物丢掉，把灰尘擦干净。当你把外在的空间打扫得窗明几净时，你会发现你内心的无明火和焦躁感也会跟着一扫而空。一个干净、明亮、通风的家，就是最好的风水宝地，百邪不侵。第3个微小行动，每天说一句善语，修好你的口业。弘一法师非常看重口业的修行，他说过，人身上的磁场很大一部分是由我们嘴里说出来的话决定的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每天一开口就是抱怨菜价太贵，抱怨老伴不体贴，抱怨社会不公，这些充满怨气的话语，首先听见的是你自己的耳朵，它会不断强化你大脑里的负面神经，久而久之，你的脸相就会变得愁苦，好运自然会绕着你走。所以，我们来做一个练习，从今天起，试着把抱怨转化为善语与感恩。当孩子打电话回来，哪怕只聊了2句就匆匆挂断，不要抱怨他们没耐心，试着在心里说一句，谢谢你还惦记着我，愿你今天工作顺利。当你走到菜市场，看见辛苦卖菜的小贩，买完菜后，笑着对他说一句，老板，祝你今天大赚钱哦。好话一句三冬暖。当你开始习惯说善语，你的心就会变得柔软。一个内心柔软、充满善意的人，他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正能量发光体。这股光芒比任何开过光的法器都要强大，它能化解生活中的暴戾之气，为你招来真正的贵人与福报。这3个行动，关心、静静、修口，把它们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，你就是在为自己的人生做最顶级的开光。朋友们，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，从荒郊小庙的离奇经历，聊到了1000年前梁武帝的迷思，再到我们日常生活中那3个简单却充满力量的微小行动。其实，
人到了中年乃至步入晚年，我们看过了太多的人情冷暖，也经历了太多的聚散离合。有时候我们之所以会感到焦虑、害怕，遇到困难就想四处去求神问卜，寻找捷径，往往是因为我们忘记了自己身上原本就拥有一股最强大的力量。这股力量叫做觉醒，叫做内心的平静。我们总觉得外面的世界风大雨大，需要找一尊神明来为我们遮风挡雨。但弘一法师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庇佑从来不是来自于外在的泥塑木雕，也不是来自于你花了多少钱买来的昂贵贡品。真正的庇佑来自于你那颗经历了岁月洗礼，却依然愿意选择善良、选择包容的心。曾子说过，人而好善，福虽未至，祸其远矣。意思是说，只要你一心向善，即使眼前的福报好像还没有完全显现，但那些本来可能会降临的灾祸，早就已经离你远去了。当你学会在每个睡前静下心来，关照自己的呼吸，当你愿意把家里打扫得干净明亮，不再让晦气堆积，当你开始习惯对身边的家人、朋友，甚至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，说出一句句温暖的善语时，你其实就已经在为自己的人生点灯了。修好你的那颗心，又何须向外求神拜佛呢？就像古人说的，佛在灵山莫远求，灵山只在汝心头。今天的内容不是要否定大家的信仰，而是希望我们都能找回信仰中最纯粹、最能安定人心的力量。希望你在看完这支影片后，今晚能睡个好觉，明天醒来能用一个更坦然、更柔软的心去面对生活的每一个当下。在影片的最后，我想邀请屏幕前的你，在下方的留言区写下一句善言，或是为你的家人、朋友留下一句祈福的话语。让我们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，共同凝聚一个充满温暖、慈悲与正能量的磁场。你要相信，当你给予别人祝福时，这份纯粹的祝福最终都会化为福报，回到你自己的身上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您有所启发，为您的内心带来了一丝平静与力量，欢迎您点击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，并把这份善念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。您的每一次按赞与支持，都是我们持续传递正能量的最大动力。感谢您的陪伴，愿您心中常伴光明，无畏无惧。我们下次见。